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关节受限，知道吧？就是咱们的每个关节，腕关节也好，肘关节也好，肩关节，对吧？髋关节、膝关节、踝关节，它都是有活动曲度的，都是有活动度的，都是有活动度的。可能你的手腕，你看有的人手腕能掰得很下，但是有的人手腕，对吧？我的手腕，我的这个活动度也不大，所以我做那些动作的时候都带着护腕的。左手完全没感觉，你这个的话，就是关节活动度的问题，对吧？关节活动度的问题可能，对吧？你一坐的时候，你坐会痛。但是具体看什么？如果说你长期痛的话，对吧？你手腕长期痛的话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去医院看一下，对吧？去医院看一下。如果说，只是因为你的关节活动度就是活动度不够，然后痛的话，你就带护腕了，带护腕，对吧？要不就是你的手腕有受伤，或者是有受伤，或者是有一点这个小病根，对吧？要么就是我说的关节活动度有点受限了，我跟你们。陈小白推荐一下护腕，护腕的话买这种去找这种网上找这种支撑性好的，不要买那种软不拉几的，不要买那种软不拉几的，要买这种支撑性好的硬的，知道吧？硬一点的。因为有的护腕没什么用的，知道吧？刚锻炼1个月，以前完全不疼，那可能是，对吧？你刚开始锻炼，你这关节有反应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去锻炼，你去劈叉的时候，对吧？你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关节，你的这些地方会有感觉，这是正常的。对吧？我现在锻炼我的手腕还会痛呢，对，我锻炼了这么久了，我现在锻炼如果不带护腕，做一些那种高强度的动作，我的手腕也是会痛的。来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来，兄弟们没把握的情况下，最好是带个护腕，对吧？但是你日常锻炼可以不带护腕的。日常锻炼的话可以不带，就是你冲重量或者是没把握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带一个护腕，保护好手，知道吧？对，因为你如果长期随时带护腕的话，你看我现在护腕是没有系紧的，所以没关系，知道吧？如果说我要上强度的话，就把它系紧。如果说你经常带什么护腕或者是带什么护腰的话，你的这些地方它不稳定的，你的这些，对吧？关节它不稳定的，知道吧？你脱了这个护腕它就不稳定了，主要是感谢关注，主要是练倒立俯卧撑反应比较大，比较疼。对的，因为倒立的话它肯定会比较疼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你这样的时候，你的腕关节比较难受，对吧？你可以旋转一点点把虎口稍微向前一点，这样的话你的腕关节压力会没有那么大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这样直的，然后你把这样往外旋一点，它会好一点的，会好一点。做俯卧撑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做倒立俯卧撑，你做倒立俯卧撑的话，对吧？你如果那个叫什么，你可以用那种额挺架子做呀，对吧？这个手腕是直的，就是用额挺架子做。但是也不能一直用那个架子，对吧？你没有架子的时候也要能倒立的。你锻炼做之前可以去压一下自己的腕，知道吧？压一下自己的手腕，活动一下，热一下，知道吧？热一下腕关节，去压一压自己的手腕，对吧？正面反面都压一压，知道吧？关节活动度受限，
对吧？它有一种是那个叫什么？有一种是物理，有一种是有一种是叫刚性的，有一种是叫弹性的，知道吧？刚性的话就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它也不能达到你的那个曲度。如果是弹性的话，对吧？你通过训练，通过这种方式，它是可以改变的。这个关节活动度，就你小时候练过倒立，现在只能靠墙倒立做俯卧撑，是吧？我最近也在练倒立这个，对吧？我健身虽然说健身有一段时间，也有一两年，也有2、3年了，但是我没有玩过这些动作，对吧？我最近也在练倒立，但还不是很稳。倒立俯卧撑我也能做，但是现在还不是很稳，知道吧？靠着墙可能会有安全感一点，然后反正有墙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不靠墙，也可以靠墙，就是有安全感。我现在也在练，我最近锻炼走弯路了，我现在也在练这个，走什么弯路了？嘟嘟嘟嘟嘟。你是以前的时候练过的，对不对？最近锻炼走弯路了。小王说车，小王说车哥，你还在直播间吗？小王说哥哥，你是搞那个车的是吧，哥？啊，有可能对吧？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客户啊，有可能，对吧？你也在合肥啊，我也在合肥的，我也在合肥。3个月前减肥170，减到了140，才开始锻炼。朋友说你不应该减，直接练的啊，170减到140了是吧？不应该减，直接练的是吧？你身高多少个？你现在的话直接撸铁是吧？多撸铁，做力量训练，好吧？如果说你的体重不是很大，然后体脂也不高的话，你直接做撸铁，直接做力量训练，知道吧？以力量为主，有氧做辅助。174，140斤啊！你现在的话，对吧？现在的话，你做力量训练，多去撸铁，做力量训练。欢迎小叶。对吧？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，这是看情况的。如果说你的体重比较大，运动表现也不好，对吧？那你肯定你的体重要先降一降，然后对吧？再逐步加入力量训练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的体重不是很大，体脂率也不是很高的话，不是大体重，那你以力量为主，有氧做辅助，没问题的，对吧？你现在的话就直接多撸铁啊，做力量性的训练。对吧？你减下来可能皮肤会有点松，对吧？因为你没什么肌肉，你减的同时，不光是你的脂肪，还有你的肌肉水分，它都会掉的，也会掉肌肉的。哎，没有高手了，接着这个接着我。一小时上，最近1个月开始练，现在可以一次性引体2.0个，悬垂举体3.0个，俯卧撑8.0个。那可以啊，哥，可以啊。你有没有时间去健身房练的？还是纯在家练？如果你纯在家练的话，对吧？你可以搞个哑铃啊，搞个这些东西玩一玩。哑铃这些引体向上，哑铃应该也有吧？俯卧撑做8.0个的话，你俯卧撑就是一次可以做8.0个是吧？全是自重训练的。如果说你的俯卧撑你现在一口气能做8.0个的话，你可以负重了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强度了，没有很大的强度了，知道吧？你现在是要做力量训练，要做力量训练，对吧？
要增肌，所以你要没有任何训练器械，全是自重训练。对，你如果居家没有时间去健身房，对吧？长期居家训练，就算你徒手训练的话，也需要搞一个哑铃来玩一玩那个，对吧？因为你练这些手臂练这些肩膀的时候，有哑铃会更好练的，有哑铃会更好练。有时候会让儿子做肩膀上负重是吧？负重俯卧撑，你一口气能做8.0个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再稍微做，你一口气都能做3位数了，都能做3位数了，对吧？就能突破3位数了。所以你这个时候，你如果说还要练肌肉，要增肌的话，你要负重了。对吧？要上强度，做力量训练也是可以燃脂的，同时能保留你的肌肉，对吧？让你瘦下来，让你的体脂变低下来更好看，知道吧？可能你的体重变化的不是很明显，但是你的体型你的体态一定是更好看的。他做力量训练是这样的。欢迎浩哥。不太确定自己多少体脂是吧？你可以不用管这个哥，你可以不用管这个，知道吧？你可以不用管这个，你直接做力量训练，撸铁，对吧？器材的话，对吧？就算居家训练，我劝你去搞一个哑铃玩一玩，对吧？搞个哑铃放家里面又不占地方，对不对？有哑铃你可以练很多地方的。因为你一直自重训练的话，前期可以，知道吧？前面刚开始前期是可以的自重训练，但是到后面你是需要上强度的，需要加重量的。如果说你一直以自身训练的话，对吧？它进步，第一个进步比较缓慢，第二个它有这个叫什么？有限度的，对吧？它是有限度的。可能你的肌肉长到一个程度，它就是对吧？就原地踏步了，是这样的。要增肌，你必须要上重量，对吗？没打算练大是吧？主要是想要腹肌，练着发展没啥进展，俯卧撑从2.0直接变成8.0。你这个肯定是有进展的，你这样练的话，2.0个变成8.0个，你的肌肉量肯定是有增加的，知道吧？肯定是有增加的。想出腹肌，你的体脂率必须要在15往下，知道吧？可能15左右能隐约看见腹肌，上腹肌，但是你要腹肌明显的话，就要15往下，越低越明显。体脂率达标就能看见腹肌了，知道吧？你这样看着没什么进展，但其实你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，知道吧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。早上起床能看见6块是吧？那快了，坚持练就好了。欢迎徐哥，对吧？一共有8块，你是8块腹肌，我是6块腹肌，我的腹肌现在也不明显，我的话是6块腹肌，你是8块腹肌。欢迎猫哥。早上起来能看见6块腹肌，那你的体脂率现在应该也不高了，现在对吧？就是可能就是15到17可能我猜的可能17都没有。撸铁对吧？撸铁对吧？卷腹是每天都可以卷的，第2天不痛就可以卷。
多做力量训练，不要担心把肌肉练大，知道吧？不要担心自己把肌肉练得有多大多恐怖，不用担心这个，你多去撸铁，多去练，对吧？狠练它肌肉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夸张的说练得很大，知道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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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胖了10几年，刚减了2、3个月是吧？太好了哥，对吧？恭喜你啊，对吧？能减掉的话，你这个对吧？多做力量训练，增点肌肉，然后你增肌同时，其实你做力量训练，你是可以保留肌肉，可以燃脂的。你这样多做力量训练，你到时候体型会更好看的，知道吧？你的皮肤会更紧致，腹肌会更明显。这手臂线条，对吧？手臂线条、肩膀这些，它看着会更明显的。第一个，你有肌肉量；第二个，对吧？你通过做力量训练，你把脂肪刷下去、减下去，对吧？第一个有肌肉量，第二个你有线条感。基本每次悬垂举腿都是5乘以5组，对吧？10到15个一组，每天都做，可以的。悬垂举腿10到15个，你还可以做负重的，对吧？你还可以做负重的，做完3、4个小时就没感觉了。那你可以加一些别的动作，对吧？比如说你练腹的话，你做悬垂举腿，还有一个你做悬垂举腿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就是光做前面吗？还是怎么做的个，对吧？你做悬垂举腿，对吧？你中间卷完卷左边，左边卷完卷右边，对不对？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一组以内去卷。直腿向前，噔，如果你组合起来卷，你一组做个15个。如果说你一组以内能做3.0个的话，你做3.0个也是可以的，对吧？你中间做10个，左边做10个，右边做10个，对吧？坐凳子上有空就卷腹，可以的。坐凳子上卷腹也可以的，对吧？你左边卷完卷右边，对吧？比如说你中间卷，对吧？是吧？左边卷完你卷右边。这个卷腹，对吧？不要抬腿，一定要用腹部去卷。你可以在一组以内，你中间卷10个，然后接着左边卷10个，右边卷10个，对吧？都去做这种组合的，多方位刺激它，知道吧？噔，别的地方练都有感觉，就腹肌一会儿就没有。腹肌它是比较耐受的个，它是耐受肌群，比较耐造的，比较耐造。所以就算你今天可能练的比较到位，除非是你做的确实很大强度的运动，然后你第二天这个地方会有感觉，不然我正常练也是一样的，我正常练，对吧？可能第二天就没感觉了，我第二天还能练。但是有时候我练得猛了，我第二天我这样的时候这里是会有感觉的，会疼的。腹肌它比较耐造比较耐造。反正你每次练的时候，对吧？它会有发热，会有抽筋的感觉，那就对了。感觉都不如感冒咳嗽，这2天开始酸爽是吧？没有咳嗽还来得酸爽是吧？还有一个你负重哥，负重的吧？比如说你做坐姿的卷腹，你一直以这样去做的话，没什么感觉。你要变换方式你可以在你的脚上面夹哑铃去做。我做坐姿卷腹，我都是在我的脚踝那个地方夹着一个哑铃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是脚，我夹着一个哑铃这样去做的。
在2个脚之间夹着一个哑铃去做的，知道吧？而且腹肌它本来就是比较耐造的，比较耐造。对吧？多去卷啊，多去卷。除了动态的，对吧？你静态的也可以做，平板支撑，看一下能撑多久，对吧？静态的也可以的，也可以去做一做，练一下你的深层核心。做10分钟都没啥感觉，做10分钟都没啥感觉，是吧？什么地方有感觉，还是什么地方都没感觉？腰有没有感觉啊？或者是腿有没有感觉？有的人是腿会酸，因为他是去抬腿；有的人是腰会酸，对吧？有的人是腰会酸，因为腰部太长。没感觉的话，说明你适应这个动作了，哥，你要负重了，对吧？要负重的，2个腿之间去夹一个哑铃做，知道吧？啊，两个腿之间夹一个哑铃，你绝对有感觉的，绝对有感觉的。腰还有腿还有腰会酸，腿还有腰会酸，多少会一点很正常。但是如果腹部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对吧？就是腰痛腿酸的话，那你就是没练对地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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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吧？卷腹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核心这个地方，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好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地方。哎呦，别搞手啊，哥姐们，来接着追，接着舞来。啊，多去激活一下你的肌肉，比如说你做之前，你卷腹之前，你可以做一下平板，或者是做一下静态的动作，对吧？静态的动作去激活你的核心，激活你的这个核心肌肉，知道吧？啊，你可以做那种静态的动作，比如说你做这样的，对吧？哦，我的腿都还没好，我的腿前几天搞得还没好，哥们，对吧？你去做这种静态的动作，或者是平板支撑啊什么这种静态的动作，去激活一下你的核心，知道吧？这样你卷的时候可能更有更会能找到地方，更能练对地方，知道吧，哥们？Happy 歌手来，有请下一位。110分钟了。我每天练俯卧撑、倒立俯卧撑、悬垂举腿、蛙跳、引体，朋友说应该3天做一次。3天练一次是吧？你这个的话，你每天都练，哇，你这个的话，你属于是，对吧？你这个属于练的就是没有好好规划好训练的，没有好好规划好训练，对吧？你俯卧撑、倒立俯卧撑，手臂也有了，胸也有了，对吧？腹部也有了，腿也有了，背也有了，对吧？你相当于是全身腹部也有了，你相当于是全身上下都练个遍了，一天，知道吧？全身上下你都练个遍了。要规划好训练，即使在家训练，对吧？你可以规划好训练的，就是我说的，去搞一点哑铃玩一玩，搞一点哑铃，然后每天规划好训练，今天练胸，对吧？那你可以加一个这种加一个3头，加一个辅助肌群，对不对？然后练胸的话，你有哑铃，你可以做一些哑铃的动作，然后还有俯卧撑，对吧？俯卧撑的话，你可以做组，比如说宽距俯卧撑、窄距俯卧撑，对不对？钻石俯卧撑，
对吧？这样那样的俯卧撑，然后去做主，对吧？如果说你做俯卧撑比较轻松，那你就负重，第二天你又练别的地方，查对波说每个部位练一天啊，是的，就是说你一天练一个大肌群啊，一天练一个大肌群，胸肩背腿臀，胸肩背臀腿，对不对？臀腿的话一起，对吧？一天一个大肌群，比如说你今天练胸，但是你的三头它是一个辅助肌群啊，它是一个辅助肌群，对吧？那你今天练胸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去带一下你的三头，对吧？然后明天你练背的话，练胸两个方向，第一个推，第二个夹。练背的话，一个是拉，一个是划船，对不对？搞个哑铃。拉的话你就做引体向上啊，窄距引体、宽距引体，对不对？做引体向上，练倒三角，知道吧？做引体、做宽距、窄距去做完了以后划船，对吧？哑铃划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练背的那一天，你可以带一个你的二头肌可以带个你的二头肌。第3天练肩膀，用哑铃，买个哑铃，做推肩，做飞鸟前中后束都去练，对吧？都去练。第4天你可以练你的臀腿，对不对？练臀腿，宽距深蹲、窄距深蹲、与肩同宽的深蹲，对吧？还有单腿深蹲，这些你都可以做的，很多都可以做，知道吧？练腿，一天练一个部位，练一个大肌群。最近1周不做宽距，开始做钻石俯卧撑了，对吧？就是说你要规划好训练，你要规划好你的训练，知道吧？不要一天把全身练一个遍，这样是不可以的。这样的话，第一个你可能锻炼不到位，第二个就是你的肌肉，对吧？如果你天天这样练的话，你的肌肉是恢复不好的。第一个就是你练不到位的，练不到位，对吧？然后一个大肌群你可以加个小肌群，腹部是每天都可以卷的，你可以作为收尾动作，就是说每天你，比如说我今天练完胸了，对不对？练完胸加一个你的辅助肌群，那你卷腹可以作为最后的动作，做收尾，知道吧？等等，要规划好训练的吧？这样的话你的肌肉能够得到休息，然后你的每个地方都能练到位，知道吧？刚才在公园试了一下双杠臂屈伸，一次能做15个，刚才做了50个，胳膊后面酸的不行。对，胳膊后面三头肌，你练双杠臂屈伸的话就是三头，三头还有胸，看你的身体是怎么倾斜的。如果你直上直下的话，对吧？如果你的身体是直的话，三头会更多；如果你的身体是倾斜的话，你的胸也会有参与，就看你的角度，知道吧？双杠臂屈伸可以的，直立是吧？对，如果是你把身体角度改变一下的话，它也能练到你的胸的，也能练到胸的。胸还有三头，知道吧？你直立的话，可能你更多的是你的三头肌。钻石俯卧撑、双杠臂屈伸都能很好练到三头。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动作的，还有很多动作练三头。噔，你就听我说的，哥，知道吧？你就听我说的，一天一个大肌群，对吧？然后你这样循环全身练完一个循环以后，对吧？你休息1天，然后再接着再循环，对不对？就这样练，这样的话比如说你第2天练背，你的胸它是可以得到休息的，知道吧？可以恢复的，可以得到恢复的。今年30觉得做完第2天基本没有疲惫感，没关系的，强度是慢慢上的，可能我也差不多的，就是我第1天可能练得猛，但是第2天可能稍微有点感觉，但是没有很大的疲惫感。然后练腿的话感觉就会大很多，练腿，因为臀腿的肌肉比较大，臀腿的肌肉是最大的，全身最大的肌肉，所以酸痛感会延迟的比较久，有时候，对吧？3天，3天到4天练腿，你如果练到位的话，你如果划水训练的话，第2天没感觉很正常。臀腿这个是，如果说这些小肌群，对吧？小肌群这些肌肉小的，它这些肌肉小的话，
他的感觉第二天对吧？第3天他确实没什么感觉的，他恢复的比较快，知道吧？蛙跳都是2天1次。蛙跳也好，深蹲也好，对吧？可以做的，但是还是我刚才跟你说的，大腿会酸大腿肯定会酸的。大腿的肌肉是最大的，全身最大的肌肉群，知道吧？我一般练腿练到位的话，我要痛个，就是恢复好，让它恢复好的话要3天到4天啊，3到4天才能恢复好。你练别的地方，它肌肉比较小，所以说它延迟酸痛没有那么久，恢复的比较快，知道吧？不能练得乱，你还得是什么呢？还得是规划好训练，知道吧？不能今天想练什么就练什么。如果说你这样练的话，不规划好训练的话，对吧？还是不行的，应该是姿势不对。你做这些深蹲类的动作，只要注意好膝盖的朝向和脚尖朝向一致，对吧？膝关节不要内扣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对吧？不管是深蹲也好，还是你做的蛙跳也好，你下去的时候膝盖不要内扣了，不然容易损伤你的膝关节，知道吧？膝关节都是对照50、60年代的部队训练视频练的，是吧？主要是它有一些细节知道吧？它主要是有一些细节，对不对？可能你看视频的话，照葫芦画瓢，对吧？照葫芦画瓢，但是我知道，你可能看那些视频的话，你能看出动作是差不多，但是它有一些细节在里面，有一些细节问题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做深蹲，对你深蹲，如果说深蹲你要做动作标准，可以不用蹲到底的，就是你的大腿和地面平行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蹲的时候，蹲到这个位置，它有标准可言，就是什么叫标准呢？就是比如说你发力模式，你是先屈髋再屈膝，先动你的髋关节，再动你的膝关节，对吧？还有脚尖朝向和膝盖朝向一致，不要内扣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。然后大腿平行地面，你的小腿和你的躯干，它也是成平行的，两条线平行的，知道吧？小腿和你的躯干它也是平行的。大腿平行地面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你要说标准的话，这个就是标准，对不对？然后下去吸气上来吐气，对吧？下去吸气上来吐气，对吧？就这样，这个就是标准。摄影虚怎么办？摄影虚黑枸杞，对吧？它标准的话，把动作做标准的意思是能更好的锻炼到你的目标肌群，知道吧？为什么要把动作做标准呢？它有一些小细节能让你的目标肌群更锻炼到你的目标肌群，这是一个。还有第二个就是为了预防你损伤，对吧？运动损伤，你动作做不标准的话，你可能关节会损伤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做俯卧撑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。如果你做俯卧撑，你是这样做的，这样做的就不行，知道吧？你这个肘不要打得太开，不要这样，知道吧？你要这样内收一点，你宽距窄距是这样去调整的。这个肘不要打得太开，知道吧？不要打得太开要内收一点，知道吧？你打得太开的话，你这个肩峰这个地方，你到时候有的人关节不好，他肩峰这里容易撞击，对不对？肩峰撞击会疼的。两天长知识。我是喜欢健身的，对吧？喜欢健身，爱运动啊。对吧？与肩同宽，手肘向斜后方，是吧？对虎口向前，对吧？正常。但是俯卧撑的话，我觉得俯卧撑的话，对吧？我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什么标准呢？就是我的这个肘我不会打得太开，因为打得太开的话，
它这个地方时间长了会撞击的，会撞击。除了这个，我别的地方不管是手虎口向前也好，还是说宽距窄距也好，因为俯卧撑它比较多变的，比较多变，什么俯卧撑都有，所以说比较多变。别的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。如果你非要说标准的话，对吧？与肩同宽，对吧？与肩同宽俯卧撑，然后虎口向前，对吧？呼吸方式的话，就是你下去的时候，下去的时候吸气上来吐气，下去吸气上来吐气。离心的时候，这个叫拉长的吧？你看你的肌肉，这个胸肌拉长的时候是吸气，缩短的时候就是你起来的时候它是吐气，对吧？吐气。这没怎么注意过呼吸啊，这个是呼吸节奏的，这个也是一些小细节，对吧？这个也是一些小细节，不管是你去做力量训练也好，还是做别的锻炼别的部位也好，知道吧？基本上都是，你看，比如说你练这个部位，对吧？这样是拉长，对不对？这样是缩短，这个叫离心，这个叫向心，对吧？吸气吐，吸气吐，对吧？这个是呼吸方式，它有这个节奏，对吧？有这个节奏。如果说你憋着气或者呼吸方式不对的话，你可能练得比较累，知道吧？可能你练得不顺畅，比较累的。噔噔噔噔，腿不太好，没有做过，从来没做过有氧，没有做过有氧是吧？腿不太好，你还跳蛙跳啊？跳蛙跳的话，对吧？腿不太好的话，你要做有氧，你只能做什么呢？你只能做，你是腿不好还是说膝关节啊哥，对吧？你是膝关节不太好，还是说还是腿还是什么问题啊？腿是什么地方？如果是膝关节不太好的话，对吧？膝关节压力比较大，那你只能小腿的胫骨是吧？膝关节没问题啊，关节没问题，小腿胫骨断个2次是吧？那你这个的话，不能做那些太剧烈的，不能做一些太剧烈的。但是你要做有氧的话，可以做，你可以做什么有氧呢？你可以做那种爬坡的，应该可以，但是你没有跑步机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去健身房的话，它有那种跑步机可以爬坡，知道吧？还有爬楼梯可以，爬坡、爬楼梯这种是可以的。以疼痛为标准，腿疼了就停了，是吧？你这个的话要注意的，对吧？你这个要注意的。即使它现在好了，它也会，对吧？没有原装的灵活，没有原装的那个叫没有原装的好的，对不对？哥你们要注意好安全。还有一个，你做有氧的话，对吧？只有是爬坡或者爬楼梯，然后游泳这种也可以，游泳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啊，游泳，对吧？游泳能让你的肌肉线条更好看，让你的身体线条更好看，知道吧？以疼痛为标准，知道吧？天凉了，上个月还在硬核游泳是吧？对，游泳是比较好的。现在天凉了，现在的话你要游泳对吧？只能去游泳馆了，在外面游不了，它开始凉快了。可以的，加油啊哥！欢迎您心向阳，对吧？坚持练，注意安全，坚持练就好了，对吧？做力量训练，你现在做力量训练，主要做力量训练，还有最重要的是我跟你说的，对吧？规划一下自己的训练，不要求有多细致，对吧？不要求有多细致，但是你要规划一下，知道吧？大概要规划一下，知道吧？今天练什么，明天练什么，对不对？没就像什么10岁大的时候练过舞，习过舞，是吧？
对，会功夫的，你以前还练倒立对吧？没去过健身房，健身房对吧？它就是有那些器械，也有器械方便你上强度。你徒手练的话，你可能不好上强度的，不好上重量。那健身房，那些器械你可能上去对吧？比较好掌握。除了自由器械，像那些固定器械都比较好掌握的，直接上去可以加重量，知道吧？倒立、劈叉、下腰都可以，是吧哥？我现在也练倒立的，我现在也在练倒立、俯卧撑这些。之前都是撸铁的，健身的比较多，很少玩这些东西的。但是现在的话自己玩，自己玩自己练。加油好吧，慢慢练，不着急，慢慢练。你也减下来了，对吧？也减下来了，你现在需要多做力量训练。连麦看，你说看体态吗哥？连麦看体态可能看不了的，因为你上来可能20秒就被抬了，知道吧？就被抬了。我这个不是那种直播间，如果是那种连线直播间可以连，就是你脱掉衣服可以看的，知道吧？但是我这个连不了的，之前他们也连了，对吧？20秒钟不到就被抬掉了，知道吧？就给你抬掉了。抖音很严的，对。如果那种连麦直播间可以连的，那种就是看体态的，对吧？那种可以连。你这个就是做力量训练，多做力量训练就好了，好吧哥？有没有歌手来啊？咱们播够时间了，各姐们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。我播够时间了，我准备下播了，好吧？咱们主播11点钟以前睡觉，马上到10点钟。我睡得比较早，知道吧？我睡得比较早，不熬夜。帮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叫什么作品里面有没有啊？作品里面应该没有啊哥。作品里面有没有？小礼物晚上给我加鸡腿，感谢大哥，哥加3加个鸡腿吧。这个鸡腿的话，我留着明天吃了，我晚上不吃的，哥。没有是吧？我可以给你点个回关，如果你要我帮你看一下体态的话，你可以发给我，多久练成这样？我练了3年多了。小王哥给你点个回关，小王哥，对吧？你可以，如果说你要看体态的话，你可以给我发一个，知道吧？就是发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放轻松，知道吧？放轻松，正面的，对吧？侧面的。背面的，正面的、侧面的、背面的，知道吧？你可以给我发，我可以给你看一下的。你要看的话，可能就是看一下体态，对吧？或者是看一下整体的身形哪些地方需要加强，对不对？感谢小王哥送来的眼镜哥，我这个鸡腿明天再吃，我给你做单手单脚俯卧撑来，给你做单手单脚俯卧撑。我几点下播？我马上就下播了，马上就下播洗澡去了。我播够时间了，马上就下播了，不用做是吧？感谢小王哥，不用做是吧？好的哥，我这个没有凳子，这个要在2个凳子上做，对吧？可能更好看清楚。感谢小王哥，祝小王哥对吧？越来越猛，对吧？越来越猛啊！然后生意兴隆啊！现在只能做单手是吧？可以啊，单手也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
单手单脚其实没什么很大的，你多做一做就能做了，对吧？这个单手单脚，不难的。我现在练的主要是爆发力，对吧？还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动作，对吧？之前是撸铁撸的多，现在我练爆发力，还有那些就是那些花里胡哨的，有观赏性的动作，知道吧？我现在练的是那些。感谢小王哥送的礼物，来，我下播了，跟你们，小王哥，我下播了，小王哥。你可以给我发，我帮你看一下，我要去洗漱，准备睡觉了。对吧？健身的话，坚持就好了，坚持练。打算不练太大，往接近方向走。我也一样的，哥。我现在也是不追求大肌肉的，知道吧？可能我的肌肉需要增一点，但是也不用增太多。就是我现在也是追求往接近方向走的，我也是往接近方向走的，知道吧？我不追求大肌肉的，我现在追求爆发力，还有那些动作，知道吧？以前都是撸铁撸的多，但是现在往接近方向走。好的，好的，小王哥啊，你有时间要看的话，你给我发一下，好吧？有空给我发一下，我可以帮你看一下，哥。拜拜，晚安，哥们，晚安，拜拜。